林老板，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没用，出来还钱！雷哥，我再说最后一遍，那500万是李芳借的，字也是他签的。你们有本事去东南亚找他，凭什么砸我的店？李芳跑路了，但这抵押协议上写的是你这间超市的地址，负债子成，男友跑了拿垫底，今天要么还500万现金，要么在这个自愿转让协议上签字。李芳设的是杀猪盘，你们这群放高利贷就是他的同伙，我已经报警了。这间超市是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底线，我死也不会欠。报警？老子只是来要账的，又没打你。警察来了能管欠债还钱？兄弟们，既然林老板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给我抓出来，让他清醒清醒。好啊，仓库没后门，我看你能躲到几时？半小时内不开门，老子放火烧了你的破烂超市！李峰，你这个畜生，我那么信任你，你竟然联合放贷的骗光我所有积蓄，还要夺走我的店，难道我林夏今天真的要被这群流氓逼死在这里吗？哪来的风？何方妖孽敢闯我大燕将军大帐？大姐，你谁啊？剧组跑龙套的吗？你怎么进我仓库的？跑龙套？呵呵，雁门城被围10亿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3万将战死1万，剩下的2万兄弟连树皮和战马都啃光了，我楚英对不起他们。仙子，这是天庭的仙粮，对不对？北蛮10万大军就在城外，今夜若再无热食果腹，我雁门城必破，城后大燕10万百姓将被屠戮殆尽啊！大姐，放手，粮食我这里管够，这些箱子里装的全是能吃饱的干粮和净水，但我是一个商人，楚英身无长物。这是昨夜拼死斩杀北蛮先锋缴获的宝宴，全由赤金打造，上面镶嵌的是西域贡品血滴滋，求仙子赐粮。成交。泡面直接捏碎了吃，或者用开水泡。火腿肠把这层红色的塑料皮咬开吃肉。矿泉水拧开盖子就能喝，全部搬走。仙子活命之恩，大燕将士永世不忘。来人，搬粮！哈哈哈哈哈！林夏，老子耐心用完了，拿电锯来，把门切开。哟，终于想通了，这就对了嘛，把转让协议签了。雷哥，给我1天时间，明天中午12点，500万本息，我一分不少的砸在你脸上。如果我还不上，这家超市连地币带货，双手奉上。1天？你他妈去抢银行啊！行，老子就给你1天。明天中午你要是拿不出钱，老子扒了你的皮。我们走。李峰，雷哥，你们真以为我林夏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你们等着，明天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资本的降维打击。这红宝石的净度和色泽是绝技的极品鸽血红，这刀柄的赞金工艺绝对是失传1000年的皇家内廷绝技。林小姐，这件宝物没有丝毫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保守估价，上拍的话至少在1500万以上。王老，我赶时间，我不走拍卖流程，我要直接抵押买断，2小时内我要看到现金趴在我的账上。林小姐痛快，如果您急需现金直接买断，我们要承担后续流拍和押资金的风险，一口价800万纯现金，税后直接打入您的个人账户。成交。另外，帮我准备500万的银行本票。黑盾安保吗？我是林夏，我要雇佣你们 S 级退役特种兵防卫团队4个人。林小姐您好 ，S 级团队全员执政上岗，配备全套合法防爆器械，单人日薪在1万以上，且需要我先预付100万作为安保资金，要求只有一个，20分钟内带上你们最专业的合法防卫装备，开着防弹车到我的超市门口集合。我要对付一群涉黑的吹哨流氓。12点马上就到了，那臭娘们肯定早就从后窗跑了。兄弟们，待会儿时间一到，直接进去搬东西，把这超市的货全给我拉走抵债。瞎了你们的狗眼！怎么开车的？知道老子是谁吗？找死吗你！老板到了，安全环境已确认。林夏，你他妈从哪儿雇的这些戏崽子来装腔作势？你欠老子的500万呢？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500万，连本带合法利息，一分不少。这笔钱我还清了。500万只是本金，李峰当初借钱签的是3分利，加上逾期费、缉纳金，你还得再给我拿出300万，否则今天这家店还是我的，
兄弟们，给我清场！动手！警告：遭遇非法暴力袭击，正当防卫程序启动。啊！我的手断了！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打人！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抓你们！雷哥，你一个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居然想报警？好啊，我帮你报。赵队，执法记录里都拍下来了吗？报告老板，全程高清录音录像，是对方持械围殴在先，我方完全符合正当防卫标准，没有防卫过当。听到了吗？那500万是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利息，我认了。但你说的另外300万属于非法高利贷，法律不认。昨天你砸了我的店，恐吓勒索我，今天又持械抢劫。雷哥，这笔账我们现在换个玩法，我要让你和李峰那个杂碎把牢底坐穿。都别动！谁报的警？怎么回事？回事！警官，这女人雇凶打人，您看把我兄弟们打的手脚都断了，快把他们抓起来！警官，是我报的警，这伙人长期对我进行暴力催收，今天我已结清所有合法债务，但他不仅索要高额非法高利贷，还带人持械打砸我的店铺，企图暴力抢劫。持械抢劫？放屁！我们是来讨债的。报告警官，对方率先挥舞钝器发起致命攻击，我方采取最低限度制服手段，完全符合正当防卫免条款，请查验。寻衅滋事、非法恐吓、持械敲诈勒索。雷子，你这回不仅踢到了铁板，还踩到高压线了，全部铐起来，带回局里。林夏，林老板，有话好说，那300万我不要了，你签个谅解书行不行？谅解？我父母留给我的超市门面，我受过的惊吓，你以为不要那300万就能一笔勾销？雷哥，进去洗干净屁股等着吧。你和李峰联手搞杀猪牌的账，我会请全国最好的律师一条一条跟你清算。林小姐，典型的跨国杀猪包结合地下钱庄洗钱案，雷哥的催收公司不过是李方那个东南亚诈骗团伙在国内的脏手罢了。沈律师，这是1年的全天候代理费，我的诉求只有2个：第一，我要雷哥在里面把牢底坐穿，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他名下所有的涉黑资产、洗钱流水全部查封；第二，我要你们联合最顶尖的私家侦探，把躲在国外的李峰给我挖出来，引渡回国，送进监狱。林总痛快，您放心，只要资金到位，我们的调查团队能把他10年前的开房记录都翻出来。3天之内，我会让雷哥的催收公司被工商和经查彻底查封。至于李峰，猎杀正式开始。先子救命之恩，楚言万死难报，但雁门城又逢绝命之劫，丧心病狂的在城外上游筑坝，截断了流经雁门城的地下暗河。城中储水只够坚持3日，3日后将士可软，城池不攻自破。断水，这招够毒的。你打算怎么办？我有今夜，我亲率800敢死队，借着无星无月的极夜坠城而下，急行军30里，直捣敌方大坝，炸毁堤坝，引水回城，顺便烧了他们的粮草大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800人冲10万大军的营地，你们就算饿了1天刚吃饱，这30里急行军跑过去，体力也耗尽了，拿什么跟以幼带高的北蛮人拼杀？楚营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但若不搏，便只能等死。恳求仙子再次鲜粮，只要能让弟兄们在出征前吃上一口热乎的，死了也值。吃热乎的，还要快速补充体力。大将军，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结晶一无所知。这东西在我们这儿叫士力架，抵得上你们吃3大碗糙米饭。咬一口。这鲜物竟然甜如蜜糖，而且吃下去小腹竟然隐隐发热，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这是自热火锅，不用生火，不用柴火，只要一点冷水，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煮出一锅滚烫的肉和菜。这是什么妖法？无心无火，竟然能凭空沸腾！仙子，你莫非会仙家3昧真火？什么3昧真火？这叫生智慧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被煮燥热。你们古代去夜热做饭暴露位置对吧？有了这个，你们哪怕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也能无声无息地吃上一顿滚烫的大餐，高热不击，无火而沸。这是夜袭破阵的绝世神兵啊！得此二物，我800死士犹如天神附体，何愁大坝不破？
校队，去附近的24小时大型批发超市，给我把所有的自热火锅、士力鸡、高热量压缩饼干和红牛饮料全部扫空，用最快的速度装车拉回后院。收到，老板，15分钟内办妥。仙子大恩，此乃我大燕皇室开国老祖留下的极品紫檀妙雕剑与极品田黄石印章，请仙子笑纳。东西我收下了，大将军，去吧，让那群北蛮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卡路里核弹的降维打击。将士们，天不亡我大燕，神女赐下鲜粮，随本将饱餐一顿，随我斩将夺旗，饮水回城。斩将夺旗，饮水回城，杀！将军，神女赐下的尸像血都太沸腾了，现在就算面前是一座山，我也能一拳锤爆。北蛮狗以为我们是强弩之末，那今夜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神兵。大燕死士听令，左营去烧粮草，右营随本将杀上大坝，一个不留，杀！嫡媳，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体力？挡我者死！水通了，将军，我们活下来了！撤，回城固守，待将士们喝饱了水，明日便是我们大反攻之时。萝卜丝纹理清晰，红金引线，这温润的包浆，天哪，这是传说中的1两田黄10两金的极品田黄。这印纹是大燕开国皇帝的私印。林女士，这件东西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这是国宝，真正的国宝啊！林总，这件大燕地印如果上秋季拍，绝对能引爆全球收藏界。但听闻您急需现金，我们愿意联合几位顶级买家，直接内部认购，您开个价。6000万，我要税后的纯现金，且必须在今天下午3点前打入我公司的对公账户。这件紫檀木盒算作天头。成交！林总爽快，马上拟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转让合同，走最快的银行加急通。林总，这位是我们律所独家合作的顶级私家侦探 K 先生，他曾是国际反洗金组织的特片调查员，您要的水表他查清楚了。他现在在东南亚的公海游艇上，以为国内的警察抓不到他，但您花钱雇了我，我已经黑进了他私人账户网络，锁定了他的确坐标。这份证据链一旦提交给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雷哥的涉黑团伙将被立刻定位为特大跨国洗钱案，所有资产冻结，警方将直接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干得好，沈律师 K 先生，我再给你们追加200万调查费。我要李峰的游艇一靠岸，迎接他的就是国际刑警的手铐。我要让他和雷哥在监狱里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都给我吐出来，然后牢底坐穿。如您所愿，林总。收网行动今天下午正式开始。雷哥虽然进入诈骗团伙可能会狗急跳墙，从今天起，超市安保升级到最高级别。明白，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光靠吃饱饭还不够，冷攻气时代的战争，信息和恐惧才是最致命的武器。老板，对，是我。我要200个广场舞用的高音大喇叭，要能巡回播放录音的那种。再给我来500把警营级别的防爆强光手电，对，就是能把人眼睛瞬间照瞎的爆闪款，立刻送到我的仓库。全部不许动！警察，双手抱头蹲下，反抗者就地击毙。是。警官别开枪，我只是个要账的，顶多是个寻衅滋事，不至于出动特警吧？寻衅滋事，雷大头，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以及协助境外电信诈骗团伙洗钱高达数亿元。你下半辈子就准备在铁窗里度过吧。带走。我不甘心。林总，警方收网了。雷哥的4个地下钱庄、3个赌场全被查封，核心骨干无一漏网。由于资金链和证据确凿，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正式对李峰下达了红色通缉令。东南亚警方正在配合收网，这下他们插翅难逃。干得漂亮，沈律师。剩下的交由法律制裁。我要看到他名下所有非法资产被拍卖，用来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仙子，大坝已决，城中将士饱饮甘泉，北蛮10万大军丢了粮草，此刻正处于极其狂躁和疲惫的状态。明日一早，
他们必定会发起破釜沉舟的终极工程。楚元此次前来，是想求仙子赐下守城利器。我不仅要你守城，我还要你出城野战，把这10万大军彻底打成历史尘埃。出城野战，仙子，我军只剩2万不足，北蛮10万铁骑若在平原冲锋，我们根本挡不住啊！你们还在用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思维。仙子受了神通，我的眼睛瞎了。没瞎，这叫短暂性致盲。刚才那只是一把，如果你有500把，在漆黑的深夜里同时对着北蛮军队闪烁，你猜他们的战马会不会惊恐践踏？他们的士兵还能不能看清你们的刀在哪儿？神兵，这才是真正的降维神兵。黑夜之中，这简直就是夺走敌军视觉的无解妖法。冷兵器战争打的是心理战，你把北蛮人最害怕的萨玛诅咒，或者你们的主帅已死，降者不杀这句话，用蛮族语言说一遍。蛮族语言台词：你们的主帅已死，降者不杀！天雷摄魂之音，仙子，您这是要从精神上把北蛮大军彻底碾碎啊！有了这2样神器，楚英若不能全歼敌军，愿提头来见。大燕的羊羔们以为有了水就能活命，给我攻城！先登城墙者赏黄金100两。他们竟然敢开门投降！骑兵，给我冲进去！大燕将士听令，点亮天罚！啊！我的眼睛！天火降临了！你们的主帅已死，降者不杀，天怒人怨，尔等受死！这是大燕的妖法！天庭的神明下凡了，快跑啊！全军出击，痛打落水狗！杀！雷哥失联了，地下钱庄的4个账户全被国内警方冻结了，那是老子辛辛苦苦骗来的5000多万现金。一群废物！立刻给我订去欧北的机票，老子要转移阵地！船上的人听着，你们已被国际刑警组织和当地海警联合包围，立刻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走到甲板上。喂，局长，我每个月给你交那么多保护费，你不是说在这片海域我绝对安全吗？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可能，国内的警方怎么可能这么快锁定我的公海坐标？到底是谁在背后搞我？林总，李峰名下所有的海外隐匿资产已被全部冻结，按照我国刑法，无期徒刑是底线。沈律师，安排一下，在金针移交检察院之前，我要以受害人的身份见他一面。林夏，怎么会是你？你不是应该被雷哥逼得跳楼了吗？跳楼？李峰，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夏夏，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帮我写一份受害者谅解书吧，我的钱全赔给你。你伙同雷哥给我下套骗光我父母留下的遗产，让我背上500多万高利贷的时候，想过过去的感情吗？你的钱，警方已经全部查封，很快就会走司法拍卖程序。至于谅解，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你这副生不如死的样子，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哼，李峰，在监狱里好好活着，别死得太早。你欠我的，我会用你下半辈子的自由慢慢清算。不，夏夏，你回来！楚英叩见仙子，托仙子强光天法与雷音摄魂之福。昨夜一战，北蛮10万大军，瞎的瞎，疯的疯，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我军乘胜追击，不仅全歼10万主力，更是一鼓作气，直接踏平了北蛮王庭。从今往后100年，北境再无边患。干得漂亮！没了外患，你们大燕的皇帝恐怕坐不住了吧？狗皇帝以论功行赏为名，要收缴我的兵符，召我独自入京受封，实则是想过河拆桥，将我软禁。他既然想自毁长城，就别怪我翻脸无情。那你交了吗？交。城破之时，他断我粮草；大胜之日，他来抢功。楚英当着10万将士的面，直接斩了传旨的钦差。我告诉全军，我楚英的天命，乃是天庭仙子所授，非凡间皇权可夺。那剩下的2箱又是什么惊喜？仙子，此乃大燕开国玉玺。既然那昏君不配，楚兄愿以此为聘，请仙子助我开创一个万世太平的盛世。楚英将这足以买下半个大燕的无价之宝，全部献于仙子。冷兵器战争我已经玩腻了，既然你要打全面战争，那我们就玩点高科技的。这叫民用高精度气象雷达与远程无人机激战。有了它，大燕境内方圆500里的风雨雷电敌军动向将全部在你的掌控之中。我要你以上帝的视角去碾碎那个腐朽的古代皇权。林女士，这方玉玺材质为失传1000年的极品和氏璧，底部篆刻的8个大字“受命于天，极寿永昌”，与史书上的机密记载分毫不差。还有这幅吴道子的真迹，您究竟是从哪里寻回这些遗失1000年的镇国之宝的啊？来源绝对合法，但我签署了保密协议，无可奉告。局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卖钱。这方代表着华夏正统的传国玉玺，我林夏以个人名义无偿上交国家。啊，无偿上交？林女士，您知道这方玉玺在国际黑市上能掀起多大的血雨星云吗？那是无法用100亿来公粮的天价呀！您真的1分钱都不要？玉玺属于国家，我绝不染指，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我要国家级文物保护特聘大使的身份，以及绝对的官方安保白名单。第二，这幅吴道子的百鬼夜行图，我要通过保利德拍卖行的国宝级专场进行合法的全球公开拍卖。林女士大意，您的要求完全合理，我立刻向上级请示。从今天起，您不仅是国家特聘大使，您名下的所有合法产业，只要不违法乱纪，国家给您开最高级别的绿灯保驾护航。谁敢动您，就是和整个文物保护系统作对。还有更高的出价吗？450亿一次，450亿2次，450亿3次。林董，顶层360度防弹玻璃改造完毕，我们的安保团队已经扩编至200人，全员配备最顶尖的合法防卫装备。另外，您要的军工级便携太阳能发电器和10台高配版大疆工业侦察无人机已经秘密送达了您的私人金库。很好，现代的护城河我已经挖好了。接下来该让古代那帮腐朽的皇权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科技的上帝视角了。仙子，楚营率3万大军挥师南下，已逼近京城最后一道天险盘龙峡谷。但狗皇倾全国之力，集结了10万最精锐的皇家禁军，在峡谷上设下埋伏。峡谷内瘴气弥漫，地形极其复杂，我军后进去探路，无一生还。瞎子过河当然会死。但在现代科技面前，所有的埋伏都是透明的玻璃房，这叫天眼终端。我在你带回去架无人机上地加装了远红外热成像头，只要你放飞他们，敌人的10万大军，哪怕藏在几米深的再浓的瘴气里，在这个屏幕上也会变成一个个刺眼的红色发光体。仙子，这简直是剥夺了敌军隐蔽的权利。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这仗还怎么输？这还没完，冷兵器时代，天气就是天命。这台气象雷达基站能精准预测方圆500里内未来24小时内每1分钟的天气变化。根据气象数据测算，明日午后未时3刻，盘龙峡谷上游将有一场10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持续时间长达2个时辰。暴雨，仙子的意思是敌军在峡谷设伏，反而将自己困在了死地。只要我军提前占据峡谷2、3侧的制高点，这10万禁军将会被上苍的孔水直接吞没。去吧，带着这些无人机和太阳能综电电。记住，你的军队现在打的不是冷兵器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信息化降维打击。楚英这反贼，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今日只要踏入这盘龙峡谷，本都督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传令他下去，全体静音，违令者斩。
将军，这太可怕了！敌军的弓箭手营地、重装步兵方阵，甚至对方的中军帐篷，全都一清二楚。我们若是昨夜冲进去，必定全军覆没。传令三军，全军立刻急行军，不要进入谷底，全部给本将爬上峡谷两侧的绝壁最高处。另外，让投石车部队准备，等本将信号，将所有巨石砸上游的河道狭窄处。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天了？就是现在，放滚石，堵住上游泄泄洪口。洪水！是洪水！快撤！快跑出峡谷！将军，未时3刻，分毫不差。您竟然能驱使雷电召唤天虹？不是我召唤了天虹，是上枪在庇佑我大燕。昏君无道，天怒人怨。全军听令，跨过盘龙峡，直捣京城，改朝换代！10万禁军啊，那可是真的10万精锐，在盘龙山谷连个水花都翻起来，就全军覆没了。楚英那个反贼到底用了什么妖法？陛下，逃回来的残兵说，楚英未卜先知，还能呼风唤雨，召唤天虹。如今他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不足2万，且人心惶惶。陛下，不如我们求和吧。求和？谁敢言降？也没有诛9族，死守京城，等候各地秦王军。先子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今日便让这京城的守军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意。将军，神女赐下的这种雪白纸张，字迹工整的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上面全印着狗皇帝断绝边关粮草、残害忠良的铁证。天兵升空，给本将飞越京城。大燕皇帝昏庸无劳，断绝边关将士粮草，致使万千忠魂饿死北疆。今有镇北将军楚英顺应天命，替天行道，开城门者免死，顽抗者与昏君同罪。这纸张洁白如雪，绝非凡间之物。上面写了狗皇帝为了修园林，竟然贪没了边防军的军饷。我哥哥就是在雁门关活活饿死的。原来根本不是北蛮切断了粮路，是朝廷根本没发粮。这狗皇帝根本不拿我们当人看。妖术，射下来！给朕把那些铁鸟射下来！陛下，完了，大概完了。九门提督城门，百姓家欢迎楚家军。楚营的铁骑已经杀入皇城了。天命？难道天命真的在他身上？昏君，你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今日这王土换主人了。楚将军，楚王，朕封你为异姓王，把江山分你一半，饶朕一命。我大燕10万枉死边关的忠魂，不需要你的施舍。这天下我自己来取。传令，将这昏君剥去龙袍，悬挂于午门之上。7日后，本将登基，改国号为夏。吾皇万岁，万万岁！被告人李臧为首组织领导特大跨国电信诈骗集团，致使多名被害人家破人亡，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被告人雷大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暴力催烧，并协助境外诈骗集团洗钱，数额特别巨大。现在宣判，被告人李峰犯诈骗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雷大明犯洗钱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名，判令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无期徒刑。陛下，你赢了，你满意了吧？我这辈子都毁了，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你个毒妇！李峰，你毁掉的是那些被你骗光了救命钱的普通人的家庭。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听你叫唤，我只是来确认，你这件不可回收的垃圾有没有被彻底扔进你该待的垃圾桶里。沈律师，我们走吧，今天的空气太浑浊了。好的，林董，车已经在外面等您了。
3个月前，谁能想到一个负债累累的社区超市小老板，能在一夜之间拿出那么多震撼全球的绝世国宝？他不仅全资收购了这栋地标大厦，更是控股了全球3大顶尖安保公司之一。上面发了话的，传国集团是无偿上交重点保护企业，现在谁敢动林董的一根手指头，就是跟整个国家机器过不去。感谢诸位今夜的莅临，夏英集团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我在此宣布，夏英将首期注资100亿人民币，成立全球最大的华夏西施文明与科技复兴基金。我们将用最硬核的资本保护历史，投资未来。大夏开国皇帝楚英叩见仙子，恭喜你楚英，这龙袍穿在你身上，比那个废物皇帝合适10000倍。天下终于太平了。若无仙子一次次赐下仙粮、神兵、雷音与天降之水，楚英早就是雁门登基，四海归心。这大夏的万里江山有一半是仙子的。抬进来，仙子，凡间的金银珠宝您已不缺。这第1箱是楚英命人搜罗天下找到的华夏先秦时期失传的青囊书真本、黄帝外经全卷，以及鲁班留下的机关术孤本秘籍。这些在凡间已绝迹1000年的文化瑰宝，全在这里。这第1箱是我大夏朝开国以来历代帝王搜集的奇珍异宝，这第2箱是我大夏朝龙脉之下开采出的一整块千年龙髓玉。楚英命天下最好的工匠耗时3月，将其雕刻成仙子的神像。这第3箱是大夏朝的传国虎符，以及京城外一座方圆100里的皇家私属金矿的地契。只要仙子开口，大夏100万铁甲随时为仙子赴汤蹈火，金山银海任仙子予取予求。楚英，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冷兵器和饥荒的时代该在你的手里终结了。这些是我送给大夏朝的登基贺礼。第1批3000台太阳能高功率发电机与便携式抽水泵，大夏从今往后再无大旱饥荒。第2批500万册现代基础农业冶炼水利工程的繁体字教科书，我要让大夏的工业革命提前1000年降临。第3批一整条由现代智能机器人控制的小型抗生素举无菌医疗生产线，太阳能运行阵列，我要大夏的子民不再因为一场小小的风寒和拓张风而枉死。楚阳待大夏亿万子民，谢仙子再造之恩。回去吧，我的女帝，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饥荒的无敌盛世。这世界从来都没有绝境，能碾碎罪恶与深渊的，除了律法，还有绝对降维的资本与科技。